聊一聊没烦恼，聊一聊没烦恼。走走停停，这一路上那么多人。你会唱而且你唱的比原唱还好听耶！我跟你讲，练习了很久，真的2期练习了3个有的月。上车，有的下车，一起。我们都是第一次做人。哇哇！鸡皮疙瘩啊！被自己的声音感动到好听哇，会唱歌。对，很多人讲我只是一个 cover 啦，原唱是飞道尔啦。啊，确实，因为他是编曲的，对，他是作对曲，因为都蛮多他的影子的。可是就看到秉昀在那个有他 MV 的里面影子没？讲真的，有那个，尤其是那个我们都是第一次做人。那一句歌词是我写的哦。歌词全部是我写的，而且那一句也是我自己加进去。他问你要留着，我讲我要留着。只能讲一样有才华咯，感觉。攀比吧。你是因为要仿我，所以你才去听歌，还是你是没有不小心听过？我们不是访问来的，我们是聊天。聊天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帮你拍的那个也是平时帮我们拍 video 的，所以就刚好看到 underline。哦 ，underline。对，也是在他的 studio 拍的吗？对。对的，所以你听了第一次的感觉怎么样？你们第一次听的时候就觉得哇，怎么这样肥到耳的？哦，OK，好。然后就听哇。也会唱一下的哦。哦 ，OK，因为就以为你是主持人嘛。对。然后就关于到今天我们的这个 topic 啦，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介绍你，对不对？对。因为我们要给你介绍你自己，但是你不可以讲你的工作。如果我没有事情做的话，我就是永远在想很多的人。我叫秉昀，谁来的？啊，秉昀谁来的？因为秉昀谁来的这个也是一个节目，在他的 channel。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取得蛮好的，因为。可是你访问的人，大家都懂是谁呀？就是因为这样子，哦、没有你去问啊，那个时候啊，我2年前开的，来 3P 已经我们懂他们是somebody，他们已经有 Who Else 178个渣。重点是你去看他在那一种，比如说新洲中国的留言底下，大家还是会去算他们谁来的。所以其实我开这种节目就是要来回应酸民谁来的。没有，可是那个谁来的？他们酸民哦，真是为了酸而酸的。你就算你放成龙上去，他都问谁来的。对，所以我的意思是，我是全马第一档在回应酸民的节目，同时也告诉大家秉昀到底是谁这样子。因为从聊天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可以去刻画出一个人比较明显的个性，对吧？你看。请问秉昀在你们印象中是什么 hashtag？ 有什么标签？你看哦，现在秉昀来到我们的节目，他就变那个主持人。我们就是聊天，我们几怕，你知道吗？我今天就很怕了。今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我就很 stress 少在那边。可是我的印象是你很多 quotes，跟你的 IG 很多。人生的名言，大家听到这边，你会讲很多名言，可以去开一下他的 profile 来看啊 ，BYUN_live，因为他就有很多的不一样类型的 video， 还有那个谁来的啦，然后一个比较我觉得比较 stand out 的就是你在主持那个 wedding 的时候，都会讲很多那种扩展，上那时候听了我就会哎呀，这个新郎哥又用心爱心，对，总共有6颗星，这1颗星叫做。冥王星反正就是这种东西啦，这种烂梗。这样你这种是你会去找 inspiration， 还是你自己想到的？对 ，OK， 其实是我在想，我是做这，我发现，这好像是我的特色。然后我后来想要把它放大。是做这才知道，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这种烂梗，大家眼中的押韵梗、谐音梗啊，所以什么一山还有一山高，萝卜也有。萝卜糕，一人做事一人当，小丁做事小叮当，叮叮做事叮叮当，叮叮。因为我们也是很好奇哦，因为其实，在 online 看到你的 presence 我觉得真是很 strong 的，因为你是主持人，然后你是 DJ 嘛。但其实我好像没有看过一个访问是真的是了解到秉昀这个人是谁，所以其实我很开心的。我先讲一下今天来他跟 Live 的节目我觉得。是我去敲他们的，对，我主动去问他说，你可不可以就是拜托？没有这样子，就是有一天我收到一个 DM from 秉昀，然后我们会认识是因为我去主持一个麦当劳节目，麦当劳的活动，然后就看到他，对，然后那时候就很尴尬，就是这样子吧，过去互相 follow，对，没有，这个也很好笑，什么？先讲，因为是他 follow 我先，是吗？然后我没有 follow back，哇哦 ，OK， 一般，我就很好，我觉得可以聊一下，因为大家对于follow 回或者是不 follow 这件事情的想法，
你觉得一个陌生人或者你见第一次的人，他 follow 了你，你 follow back 回去的原因是因为 respect， 礼貌。你看，可是你会喜欢他吗？你没有，不一定，你不一定想要看的内容，对不对？我怕他觉得我很 rude。好像很穿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我要问的是这个问题。People pleaser， 而且他 follow 回你了吗？不久可能他先 unfollow 你。这样我就生气了。他就是要 gain 他的 follower。有一些人会这样子。没有，我的是因为一个 stress 来的。比如说有人以前现在我没这样 stress 了，现在我不理他 follow， 我不会 follow 回他。如果我真的不认识他啦，因为好像前几天我们有帮一个人拍照，但他就 follow 我们，他就问我们什么 IG，那我就他就 follow 我了，可是我回去就没有 follow 回他，我觉得。OK 啊，他久而久之会 unfollow 我的。但是以前如果那个人在我面前因为以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啦，就是那种 follower let's say 他看到你，他就讲我是谁谁谁，我 follow 你，你 follow 回我可以吗？对，有一些会这样子。然后以前我就会你叫什么名字？然后过了几个星期我就 unfollow 他了。其实我会更不喜欢后面去私底下 unfollow 的这个动作。可是我不会 unfollow 我会去请很久之后，我不是那个当下，我可能是半年或者几个月之后，我可能在整理的人的时候，我现在也很久没有去看他，或者是我对他的生活可能现在好像也不太会有联系，不会有连接的话，那我觉得那我们缘分可能先暂时到这里，哪一天再回来的时候，我们又 click 到的话，其实 OK 啊，因为为什么要因为基于礼貌你去 follow back 人呢？我不懂。如果他在你面前呢？好像如果上次我在那个主持秉昀我 follow 你啊，对，所以我才 follow 回他那个时候，因为我确实会有尴尬感，但是我觉得他也比较是E人，他会主动。所以你不甘愿的 follow 回他？我不是不甘愿，只是因为不是因为我 follow 的原因是，第一可能我跟你认识，第二可能我很欣赏你。我想要看你我没有的东西，可能你美感，或者哇你很好笑。这样我看你 follow 应该是因为第二啦。因为后来我们就是常见面，就是我觉得很常会在活动上面见到，然后再加上我觉得我后来也去看了你的影片，那你是走尴尬风，然后觉得很特别，对，我觉得很特别啊，然后我就觉得就 follow 了，所以我会很我也是跟你一样的感觉，就是我不 follow 你。我会有这样，但我最后还是坚持了，我不 follow 了。就算他在你面前啊，对，我还是我不喜欢后面我私底下又去 unfollow 的这个动作，我觉得这个更加不礼貌。你不喜欢就不 follow， 我就很正常啊。这样你有没有试过你出去啦，那是你主持啊，或者是你出去，人家你很熟，你是什么名字啊？对，我会直接讲我是秉昀。你给我你的 IG 看下我可以给他 IG 看那他可能他就先 follow 然后我 follow 你OK 谢谢你，我就这样。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也蛮 stress 的嘞，因为好像比如说在外面给正常日常生活啊，我就是个正常人嘛，但我 content 是比较呆逼一点的嘛。呀你会呆这样？对。如果在外面你是谁我想我的他这个是我的，然后我就很害羞因为我就觉得等一下他 follow 我了，他就看到这种他不想看的 content，我会很 stress。对，但他就是自动会 unfollow 啊。所以如果你当下不喜欢不目前还不是很喜欢这样的内容，或者是你觉得你想要让你的净土干净一点的话，那就先不要也没有关系。被秉昀 follow 的人，你们要谢天谢地去拜神也不是这样，就是你现在想不想看这样的东西，或者是他的生活是不是你追求的一个态度或者一个方向？因为你不觉得以前比如说从Facebook 的年代，大家都互相加，你到最后就已经乱成一招了，这到底是谁来的？以前更死，以前是suggested， 然后就 follow 了啊，对啊，对。可是现在你就想说让 IG 可以看你真的想看的人，但是其实有一些，比如说我没有 follow 他，但我知道他，有时候我还是会去 search， 然后去来看的。感觉你是一一个很整齐，对你的生活有一定的要求的人呢。听你这样子慢慢才变成这样。也不是就是我不想要乱因为你 follow 3-4千的人，你觉得都会看完没？不可能嘛，一定很多被屏蔽，这样就是很无聊的 scroll 咯。social media 是这样子的嘛。我又不想要浪费很多时间，他不想这样子。对，因为秉昀他 DM 我之后他有讲，因为他要宣传他的歌，刚刚我一开始唱的那首歌，谁来的？为什么会出这首歌？是我很好奇。其实因为我就好像我在做秉昀谁来的这个聊天节目的时候，我就做着我从第一集访到后面的时候，我想说，超多集的，我目前只访了12个嘉宾也不多感觉好一直出来感觉大家都很给脸来的嘉宾其实大家都很熟悉。对。然后
我做着，我发现其实我自己很多人生故事。我们在开麦录之前，我也讲了我的人生故事。对，我们也吓到了。然后聊完之后，我又跟这些嘉宾聊很多，因为嘉宾其实有自己的人生故事。那倒不如我想要从这个节目当中去做一个所谓的主题曲。主要原因是因为我每次在剪片的时候，我不懂要放什么 BGM。就如果我自己的歌曲，我可以放我自己 BGM， 就好酷哦。然后我就想，可以出一首主题曲这样子，然后再讲这人生。所以我后来就出了这首谁来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在想，我在想2个人，就是那时候我在敲着要找的嘉宾，就是要么就是在飞到耳来的时候，可能就是做他一单，来就想说可不可以来一个即兴创作，他很 OK， 然后他很愿意，然后就来现场的时候就让我随便哼，对，然后他就这样现场讲，你还给我歌词，我超感动，飞到耳在我前面，我真的是要唰塞，你知道吗？就来给我歌词，我唱很久，就走走停停，有的人上车他就走走停停，他就这样。但是这个歌词是本来你在想要做完全没有，就是那个当下，就是那个当下，那个感觉就是这样。对，我不懂，就很奇妙，所以我完全没有改过我的 verse，就是跟节目一模一样。这样我就很好奇，是什么 trigger 到你这个走走停停，有的上车，有的下车？对，你是在想什么呢？就我觉得从我不管是有没有在这一行，或者是从以前到现在，我觉得长大的这个过程。我觉得人跟人之间，以前我也讲说，我一定会跟你是永远的好朋友。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好，我觉得我们以后也会很好。你有这样子想过啊？我以前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我在中学的时候，我没有什么朋友，尤其在初1、初2。但我到了高中，我发现我竟然找到一群很好的朋友。以前我小时候家里也不会帮我庆祝生日，我觉得我的个性是我是需要被温柔对待跟被理解的人，这也是我最近才知道的。当有一群这样的朋友好像他很重视你，他知道你的生日，我讲生日是因为他比较 specific 啦，就是可能很懂你的时候，你会觉得我被照顾到那个情绪，跟我是被人家看见的，我被人家在乎的时候，我就很喜欢这种感觉，然后就开始经营友情。如果你问我排名，他永远就是在前面的，可能友情才到家人的前。我很好奇你的排名，你好重，你的友情、爱情、家人，对，然后才到爱情。还有爱情是在最后面的，你自己，我觉得放更最后以前，所以友情是第一。因为我不懂什么叫爱自己啊，友情是第一。Oh my god！ 所以我认真在经营友情的。以前真的， God 你去问我以前中学的朋友，他们都会这么说的。现在呢？但现在我觉得我不是不用心经营，而是我是对谁经营。因为走走停停的，有人上车，有人下车，所以这个事情是一定的，永远是不可能的。什么是永远？就那个当下而已。我现在跟他很熟，我就是可能你们是这个阶段很熟对，你不会有一天屌错了之后，然后可以就没有了啊，你们就没有那个缘分，但没有关系啊，至少你们在这一段创造了很多回忆。这样你几时开始有这个领悟的 ？OK， 这个 phase 我们是可以 together 很好的，但过我也理解。它是一个阶段。我觉得经历了一些事情，经历可能一次的误会，一次被人家的背叛，一次的种种，我觉得你经历慢慢你就会领悟了这件事情，你就会体会到，那个人可能当下他毒拦你，或者是他想要背叛你，可能是那个时候他的选择，我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但以后的事情就以后再说，至少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我们的缘分好像先到了一个休止符或者是一个逗号，有可能是句号，但未来的事情那就让未来再看。所以后来我觉得我这个阶段我遇到谁，那我就好好跟他创造回忆，所以遗憾也没关系，至少我们认真走过这一程。我的歌词就这么写。你会不会觉得 lonely？ 一定会的，我觉得你一定会，一个人一定会 lonely， 一定会觉得孤单或者你孤独，但是它也是一个体验啊，而且它是认识你自己其实最好的方式。你会知道原来我一个人是孤独，原来我现在好像开始要找一个伴了，它会让你知道这些东西啊。因为你前面有说你很需要被温暖的被理解嘛，被理解。那现在有人是温柔的抱着你理解你吗？我觉得至少是没有1-2个很好很好的朋友，他大概知道我的人生可能98%，我觉得就至少有一些小事我会跟他分享。所以从你小时候有认识以来到现在啦，你都是身边有人陪伴你的。以前可能中学的时候你不会有比较那么 deep 的嘛，以前感觉就是那种来猪朋狗友的朋友也是朋友吗？酒肉朋友也是朋友吗？就大家嘻嘻哈哈的，我觉得
就你就过了那个青春期啊。但你发现那些青春期的朋友走着走着，大家走散原因是因为大家有各自的路，在分岔路口的时候我就走了这边，你就走了往前，你就走了右边。那能不能在顶峰相见，就是看之后了嘛。然后你慢慢这样走的时候，你才发现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可以陪你每一个阶段。这样那个阶段，我有一个我觉得真诚对待的人和被真诚被对待的，那就很够了。对啊。所以现在一个人也 OK。我还现在确实会想要有一个伴，真的是伴，或者是很懂你的人，或者是可以一个人住很好，很自由。我一个人住，因为你家很美，我看到。OK 啦，还算是我自己喜欢的那个风格。对，你回到家，我又是喜欢讲话的人没有人可以讲话的时候，你多少还是会觉得那个孤独感。那你觉得你最孤独的时候啊，是什么时候？好像比如说，有一段日子我觉得很孤独的时候就是when 我 depart 去别的国家，或是 when 我 landed，我没有一个人可以讲。那时候我就觉得 fuck， 除了我的妈妈啦。这个还好，因为至少还在新的环境，可能你 depart，然后你去一个，你还有一些期待感。可是你没有想我的飞机号码是这个，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没有那个人，那个是我觉得最孤独的时候啦。惨我确实没有想到这，我最孤独是星期五晚上没有人约的时候，以前我也这么觉得，或者是圣诞节没有人陪的时候，跨年夜，这是我近几年觉得这些日子好像真的要找一个可以一起，可以不用另外一半的，可能就是好朋友，或者是你喜欢的一个人，你喜欢的人可能是你的很好的朋友，或者是可能新认识的朋友，就可以去创造这样回忆，我觉得很好。将来如果你的新朋友有了 partner， 你会，或者是你很 close 的那个朋友啦，他有了 partner 过后，他就没有什么花时间在你身上。我觉得我会失落。我有预演过在我的脑海。Oh my god， 你把朋友看得好重哦。对，所以我想问，如果你自己有了 partner 呢？是咯，你会？那是我的事吗？但是不是我的意思就是我不懂我的朋友会怎么想吗？对不对？他失落的话呢，你会带他一起吗？我觉得我会因为我还是会蛮 take care 朋友的人啊。Oh my god， 因为友情还是在爱情上面。可能我觉得我现在还没有找到爱情，我不懂，但现在我还是以友情为主。只是我现在友情相对会筛选，其实我还是会有一些比较落寞的时候，就是我看到有些朋友还是可以像我成群好在一起。我觉得我渐渐少了这样的团，因为我是一个喜欢团体生活的人，所以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我会去参加很多社团，我会跟大家混在一起，然后一起去聚会，我很喜欢这种热闹的感觉。但热闹过后就会相对的落寞跟寂寞嘛，对，所以我还是很羡慕这样。所以我说为什么拜五看到大家聚在一起，我觉得为什么没有人揪我的？我有时候会这样子想。可是你工作上就是大家都是一群的那种，你的 DJ right 是不能是同事是算朋友吗？以前也是人问过这问题我就很好奇，因为你知道同事可以变朋友，或者他们是我的朋友，我觉得某个程度也是因为我觉得尤其是 My FM 我觉得大家的感情算是不错的。哪里有一个公司是愿意自己花钱去公司旅行的？我们都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对啊，然后大哥大姐其实也很照顾我们后辈。所以我觉得我们感情算是好的，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去旅行。我也是有跟过一些幕后同事，真的就是私底下跟公司完全没有关系，然后就去泰国去哪里玩，去上海。可是你们私底下会 hang out 吗？还是会偶尔，比如说看完演唱会之后，我们要聚就可以聚。然后有些幕后的朋友可能会约一个吃饭，或者来我家吃火锅，还是会有。在你最后一次有爱情的时候是几时？几年前吧，就是在3-4年前吧结束的。对，这样呢？你觉得现在的你跟3-4年前的你有什么很大的分别？我觉得最大的分别就好像你讲，我不懂你们会觉得我好像很爱自己，但我一直都跟我朋友讲，到底什么是爱自己，我不懂什么是爱自己。把自己排为第一，排为第一要怎么样？然后就是可能OK， 好像比如说，我觉得我蛮爱自己的方面，就是我会 spend time 跟 money 在我自己的身上。那我不一定要群体生活，我觉得我没有把朋友看到那么重，他们是 come after， 可能我这个星期 let's say 我有5天的 off day， 可能4天我会跟我自己去做，可能去弄我的头发 whatsoever， 然后有1天是跟我的朋友或是我爱的人。那你的爱自己的定义？我觉得我爱自己是不怎么内耗，我觉得然后尊重自己的想法。
不会 please 别人。可是别人一直跟，比如说有10个人跟你讲，你这样子是不对的，但是你尊重你的想法，你的想法你觉得是对的，那你还是选择相信你自己的想法吗？我觉得会 balance 啊，我觉得会，我觉得那个观点，如果有10个人跟我讲是不对的，可是我自己考量了过后，你还是觉得我还是觉得，可是我相信的东西跟我从小被 brought up 起来的价值就是这样子的话，我就觉得 OK 啊，我又没有 hurt 到你，我的观点是这样，我的观点又没有 hurt 到你的话，我就觉得 OK 啊，坚持。像我就是很 care 人家意见的人，我超级在乎别人。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一个 sign of 你不太爱自己，也有可能是因为你不太了解自己。That's right，我觉得很棒。我觉得我今天我才会讲出这些话的是因为可能在近几年我在了解我自己。我觉得人。对我来讲，人一辈子的功课可能就是4个字，就是在了解自己。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不然我可能讲不出这些东西。我觉得我算蛮了解自己。是哟，你们可以懂我的 values。对，我很想知道啊，除了想很多之外啦，你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我觉得你讲了很多东西，你形容了很多东西，可是我还是觉得你的保护层很重。对，蛮的，我也觉得你有一个很强很厚的墙壁。是，可是你看起来像你讲了很多东西哦，像我很容易了解你，可是其实我并没有了解到你耶。我觉得我在想，我到底也不了解自己。我觉得我有一个观察，我觉得好像观察师一样。我觉得你今天我觉得我平时看到你是一个你想我看到你的你。哦，对 ，OK， 而不是我觉得你还有一个，可是他不假。他不假，所以他就是你，对，可能有很多个面向。对，可是我很想知道里面的你。我觉得以前可能会一直被灌输一个想法，就你走幕前你就不要把所谓大家觉得不快乐或者是负面的东西放给大家看。你会一直被压抑，你以前是这样子被 train 的，所以你很压抑。对，你某个程度会 choice of words 都是偏 positive 的。对，你可能会这样，没有，但我后来我不觉得我会这样子了，我觉得。大家都是需要这种情绪的，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共情能力的人很强的话，那我的伤心难过其实跟你的伤心难过是一样的。那你至少觉得你这样子做是不孤单的，因为还有我在这里也是这样子的，所以我慢慢才会把这些情绪愿意把它分享在网络上面。因为你们的传统媒体啦，我们称它为是有那种 training 的，是吗？以前真的会这样子，会跟你这样子做。你做了几年了？哇！我快10年我已经10年了。我2016签约，2015比赛嘛，就是跟裴勇、彤彤他们那一届的，他们是冠军嘛，所以2015他们就先签约，我2016才签约的。这样你一开始进去的 training 是怎样？因为好像我们做自媒体肯定是没有 training 的，所以你看就你知道吗？在 podcast 是不一样，他们看的我就是我了，你懂吗？我懂。而且我要讲我就顺便讲一下，虽然你刚才要私底下问，就是我为什么会看你们节目，是因为看。坦白讲，我是因为要想看简少年，对他们在讲关于今年的状态。原来你们也做了一个 podcast， 我认识他，但我不认识Liv嘛，就是我是看了节目才知道。但我在看这的时候，我在想 ，OK， 我对你的刻板印象就是 banana 但你要做的是华语，对，然后我们一直中骂嘛。就对我来讲OK， 对我很执着在于中文这一块的人，我就会觉得。老魏，你们连赤道是什么你们都不懂。喂，中文那一集一直给人家骂这个东西就是我会觉得我在听的人就是浪费我那几秒，让老师要解释赤道，可是我要继续往前去听我更想知道的更重要的东西，而不是赤道是连基本都要懂的东西。我就跟我朋友这样子讲，我被打喊就是身为一个。所谓的我不要讲的so-called我们专业的主持人，但可能因为我以前都是受比较像这样的教育，我在大学也是有读语音正课，但网络真是百花齐放，所以我也是我后来听朋友聊天，然后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这就是网络的世界，可能真的有很多人不懂赤道是什么，你们就解释了，而且我也不能站在我的角度，我要站在你们角度，可能你们就是受英文教育的人。我的英文不好啊，这样所以我也知道what is that 啊？原来是赤道。因为这个节目就是一个疗愈没烦恼嘛，就是我们因为我最近也是有出这一个 pharmacist 的啦，因为就好像如果你今天问我关于camera 的东西，我一定讲你连 ISO 都不知道啊，你很蠢呢，就是你不要呀。所以 common sense not command， 因为每个人 common sense 都不一样，就是那个度跟量的差别。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很好啦，就是在接受。因为也是有人骂我们跟 Alicia 的那一集，他就讲摸跟腰。你都分不清楚，为什么？摸和腰，为什么你分不清楚？然后我们就讲，
为什么我要分得清楚呢？因为这个不是访谈节目，对，就是聊顾名天，思义就叫聊一聊，没烦恼。没错，大家就会有一个既定要去听一个节目。这样我也是要讲，我对于那种传统媒体 ，OK， 可是我了解明白，因为最近这几年不是有人在骂，为什么 radio DJ 讲话可以这样子都可以去做 DJ 啊，就是好像我们这样子讲话的，然后大家就开始慢慢接受，因为我以前是非常不能接受那种华语讲的非常好的。你知道，我会觉得很 gay 白，就讲。那么今天呢，我就没有，其实讲得好跟有那个怪腔怪调是两回事，是吗？就像英文的 accent，对，你不会去装英国腔的啊，你不会去装美式的吗？你可以讲的标准，对，你可以讲的，就是比如说，我还是要觉吃，你可以讲吃饭，但你不会说吃饭。DJ 这样子的话会被骂的嘛？因为这是最基本的汉语拼音。可是如果你讲这种放上这种大平台的话，我又同意啦，你就是应该要学好你的发音的那一个，对，因为你毕竟你是讲给就是而且大家都可以听，就是18岁以下可能也可以听。他以后长大就讲说有没有那个秉昀在别人电话讲吃饭就是一个正统的一个。但是其实现在更多人听的应该是网络吧？是没有错，但他还是一个选择，他随便扭一个钮就可以听到101.8 FM 这样子。可是因为我也不想八度空间报新闻的时候，还是讲今天我跟你讲，你知道这个车撞吗？对，那个车撞那个我跟你讲，所以就是有那个很好笑。我们也很难的，讲真的，就是讲真，现在电台你要讲说有没有很认真在抓字正腔圆，也没有这么明显了吧？对不对？也没有像以前的年代了。我听的年代是更加前辈级的，更加要字正腔圆的。我觉得我们现在至少还有一点，对，我们还有一些比较接地气，所谓的巴萨拉力咯，还是会讲一下，还是会有。对啊，原来也是有讲我们这个怎么吃到啊？吃到这个，我们是真的不懂，我们真是来聊天的。OK 啦，我觉得很好啊，就是我觉得这是做网络的交流不一样。对，然后秉昀就讲他要来上我节目，就周末的，你知道我真是，可是我有看到你有跟不同的人 collab。哎呀，这是我最近很努力要去做的东西，因为我不想要被我自己框着，因为我觉得大家做久了，你们不会，就是你做久的时候，对你已经有一个格式，但那个格式就一直会好像停在那一边。我觉得找一些不同的人，他碰撞出来的火花会很不一样。就像你们发给我的时候，我正要问题目是谁想的？你们两个一起啊？你，我没有想题目，其实想的蛮好的。其实我觉得你的访纲设的真的蛮好的。快点问他，还有什么问题没有问？快点问。很多，对，很多啊，很多。我们就聊聊很久，就想要了解你这个人呢。我要问辣的问题啊，来啊！你觉得在这一行是不是需要来那种板蓝手啊，跟靠关系，或者是来我这个人很红，快点去蹭他，才可以一步一步的更上一层楼，才可以有更多流量。我问回你啦，就是如果你今天去蹭一个红的人，你觉得那个红的人还知道你在蹭他吗？他应该知道吧？对，那个感觉好吗？不，就是你不 care，就是为了流量。但我 care。所以也很矛盾的。你不蹭，难道什么时候蹭？就做自己的东西啊。大家现在也不是在蹭周杰伦，但周杰伦会讲说你在蹭我流量吗？你看大家也是在做周杰伦的 content 啊。就我也是矛盾的。我到底要以前我不会，我可能真的不会主动去敲人。但我可以主动敲他，因为我要丢掉这个很不健康的思维就是我觉得那个是一个，你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你的内心是想我在蹭流量。如果我今天把它想成是没有，我想要知道到底他们会问我什么问题，到底他要讲访问我，到底我们可以玩什么东西？我觉得这样想法又不一样哦。这样你会不会很 stress？如果 let's say 你跟其他的艺人还是出去你都会觉得这样这个一定值得拍下来做 content。因为你呢let's say 如果你今天跟裴勇出去，你可不可以做到你没有 post？ 我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如果一个网流量比我高很多的人，我会觉得他在我上面。我那个时候我会觉得我的气势跟气场一定会很弱以前很明显，只是因为你现在做久了，然后你会接触不同的艺人的时候，你其实觉得当大家用平常心人的平等的方式，不要觉得他是神，你就可以问出好的东西，你就可以有好的火花。我在平衡这件事情，因为为什么我会怕那些所谓很高流量或者很厉害的人，他感觉一眼就看穿你要做什么，然后我很怕被人家看穿的感觉，我会觉得很没有安全感。你怕被人家看穿，是怕被人家看不起？
都有。如果今天你还是现在的你，可是你有很高的流量，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很屌？我觉得我一定有我屌的地方，但我觉得一屌还有更屌、更厉害的人，还是会看着我觉得很。可是如果你因为我今天真的是第一次觉得你有这样子的感受哎，因为我看你的 content， 我会觉得你应该觉得自己蛮屌的。是啊。我不会觉得你是有一个很有自信的人嘛？对哦，是哦。我觉得你们问我这个问题，我在想，你们看起来我像是有自信的人啊。像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觉得是我在台上，我穿了那一件战袍之后，我就是一个主持人，我总不能没有自信的主持吧？我还是会没有自信的主持人，有些时候，还是会有表现不好的时候，就是我没有自信的时候。但我觉得那个时候就不专业了。我访问很厉害的人或者很厉害的人在我旁边的时候，我还是会挫赛的。可是如果你今天没有主持人这个身份的话啦，你跟很高人气的人出去，你是一个有自信的人嘛？我觉得我不是我不是，我一直都觉得我不是有自信的人。为什么？我都会就好像我讲过，以前中学的时候，你会觉得人家不在乎你，你 nobody。你为什么会觉得人家不在乎你？你身上这样的优点。没有啊，没有人 care about 我啊。为什么没有人 care about 你？你的朋友就是跟你很好的朋友啊。你在一个班里面，你是什么你是什么 character？ 其实以前我也是很像你讲，可能就是比较一个人的。只是我到了高一，然后一群朋友，然后高中的时候大家才混在一起这样子玩。反正我在那个越熟悉的场合的时候，我越可以绽放出我比较宜人乐观的那一面，就大家好像会比较记得你是谁。但是比如说我今天在同事群里面，可能我一定不会是最出众的人，因为当大家都是宜人的时候，当他们越宜的时候，我就越矮的。你有没有探讨过这个问题的来源是？就好像我讲我觉得跟我自卑、跟我没有自信、跟我觉得那些人比较厉害的这种感觉，会一直在压着我往上爬的那种感觉。所以这是我近几年一直在调整的东西啊。是，这样你能不能讲一个你自己身上的闪光点 ，which 不是主持人啊，不是讲话，没有关于工作的，不关于工作的闪光点。哇，就没有了。有的，有的，你现在想一下。我觉得我善良，我觉得我真诚，我觉得我也温柔。你觉得别人有看到你这个闪光点吗？但是我觉得真诚有些时候我做过一个影片的，真诚有些时候当你 nobody 的时候，它变得很廉价。因为我觉得你把这个是不是一个 somebody 看得好重哦？对啊，你今天对人家好如果你是一个 nobody 的时候，人家会觉得不值钱。为什么一个杯咖啡，如果我今天卖6块也很 cheap 哇，我卖12块，哇，好咖啡耶！为什么你的价值一定是要别人给予你的？所以这个是我一直很不懂的东西我觉得我也在慢慢丢掉这件事情啊，所以我就可能最近一个人自己相处的时候，我才会一直在建立我这样的一个。OK， 我觉得你一直在否定你自己是吗？对啊。Oh my god！ 我觉得这个是我也是不能理解。我觉得我在前面的几集也是有讲过。我很羡慕你们很有自信的人的。我没有自信啊，我讲我自信爆棚啊。对啊，你看自信爆棚，我没有。可是我因为我才跟你相处短短的那个40分钟，没有很短，40分钟，很长了，40分钟了吧？这样快的，短短的40分钟，我看到一个闪光点，你的声音很好听，对。因为你的声音，你讲话的时候我不是讲你主持什么啦，你主持一定是好的。这蛮多人会这样子讲。你的声音真的很好听。这个，因为我觉得它已经是理所当然了。Oh no！ 你不会把它放的是一个，它没有，对你来讲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重量，它好像是理所当然了，它必须要这样。因为你在这行。可是我有时候还是会回想，有时候我遇到一些新朋友，我在跟他聊天，但不是录节目，真的是私底下。我跟他们聊，他本来我很喜欢听你讲话我觉得其实我会开心一下的，但我会暗爽啊。可是我确实没有去注意过这些东西，所以为什么我在做比赛的时候，我才发现你刚才跟我讲的一个优点，其实我要讲的，我共感能力很强，就是共情能力很强，这也是我觉得我在做这节目我比较了解的地方。这你的缺点呢？多了，因为我刚才觉得都是不自信啊，不自卑啊。我觉得00后的人大家也都会一直在骂，但我觉得他们很厉害的地方是他们很懂他们自己。对啊，为什么？这是我觉得我要跟00后学的东西。
我看到00后这样子的时候，我会觉得哇，我好喜欢你们的生活，因为你们很早就知道你们要怎么生活，而是我觉得我一直在绕很多的路，对，我知道那些路真的没有白绕的，因为你真的是经过才变成我经验。你问我回去当初的话，可能我觉得浪费了很多所谓的青春，因为青春是没有办法再拿回来的。但是历练跟经验一定是你拥有的东西，但你一边失去一边在得到嘛。可是我很羡慕妒忌，就是00后知道他当下喜欢什么跟爱什么的时候，他很知道他怎么去争取。我觉得这是比较我没有办法回到那个年代的时候，那个年龄的时候去争取的。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说，如果我给你选啊，你还会想要去当回主持人吗？我想是啊，难道我要等50、60岁，我已经长得不像样，我已经长得没有怎么样了，不像样的时候，你再去做主持，有人想要听你讲话吗？有人想要看你吗？就我觉得在什么年纪有机会做那件事情的时候，真的是必须在那个年纪做的时候，你就那个时候做。学生年代我去读大学，我才有学生感觉。你现在30多岁，对你还可以回到校园，但你不会有学生年代的氛围了。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什么年纪该做什么事情。所以年轻人每次在想我要变大人，但没有，我觉得很不需要。就是你还是很享受我还可以浪费青春的时候。多少人可以浪费青春？你到36你就没有浪费青春，你就开始会精算你现在走的每一步，因为你时间会慢慢在流逝。对啊，是吗？你不敢再 bungee jump， 你不敢再这个那个了，对吧？感觉不一样，包袱越来越多，感觉也不一样了。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我很想问你的，来，就是如果你今天不当一个主持人的话，你觉得你会做什么？很多人都在问我这个，我永远在想不出，我不懂我还有什么才华可以赚钱呢？OK， 如果你问我丢掉钱啊，我以前我到现在我的小红书或者是以前我都会写的，你的志愿是什么嘛？当然大家都会填，比如说以前我小时候真是填画奖，因为我小时候学画画的，我真的是去拿很多奖品，然后我很多储蓄都是从画比赛拿到的钱。我最骄傲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共运会的嘛，苏干 Commonwealth， 98年我2年级的时候，总共1万人在马来西亚参加，我们在 Bukit Jalil 的 Stadium 好像是。画画比赛，我拿第2名。哎呦，那个名字出现在只有李宗伟 vs 林丹的那种荧幕上面的感觉，然后那是我最风光的一次。但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没有啦，就是我后来也没有再学画画了啦，就是都会写画家。可是我到后来长大，我发现我会写一个梦想实现者。然后我发现有人会提到我这件事情是。像我最近就发了歌之后，有我的中学朋友说：“秉昀，你真的是在实践你的梦想的人呢，你真的是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去把它实践出来。”所以我觉得，你问我，我真的想要当梦想实践家，但梦想实践家很大嘛。如果你问我想要当一个，因为我向往自由，因为我相对没有自由。所以我很向往，但我们人缺什么就会很向往什么的。我希望我可以在每一个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去旅居，这是我很向往的生活。但我可以做什么我不懂，可能就是做网络上可以养活我的东西吧，这样子。如果最大会问我你的梦想是什么，财富自由，我财富自由的时候我就可以做这些事情了。财富自由了吗？当然没有啊。财富自由也是财富自由也是有一个阶段的啦。你比起以前，我当然啦，我现在可能我想说我要飞个泰国，好，我可以就考虑买机票。但以前哪里可能？你就可能是从去年开始讲，我明年要不要去泰国嘞？这你问我有没有财富自由？相对以前有啊，但我相对现在我的梦想那个财富自由还很远呢。对啊，你还是会为下一餐在担忧啊。就你现在的成功的定义跟你以前成功的定义有没有改变很大？其实我一直都没有在，我以前成功定义就是要很红，然后赚很多钱。是哦，哇哦！你以为他的是什么？就是可以有自己的一个很屌的主持的 career 吧？对啊，就一样很红啊。主持一哥，我属于一哥，一哥不一定红啊。一哥为什么？你可以被叫到一哥，就代表你红啊。可能在那个位置站得久啊，那个只是人家这个，那就是一个不屑的呀。那就是一个空的称号而已啊，那这是人家给你的一个称号，但你要真正觉得你自己是一个的时候，就是你是3把力，或者是你有影响力。我当然喜欢这样子啦，当然这是比较肤浅跟表面，但它也很实际啊。以前我去面试电台啊，就问你今天想要怎么样？然后我记得我起来我就回答说，我想要红，因为红可以给我带来
金钱。那个面试我的人，他其实是讲掌声的。对啊，你务实，但他很实际。他确实啊，不然大家在追求 follower 干嘛？是因为厂商会看数字啊，这不就是很现实的东西吗？这样如果你可以靠别的东西赚更多钱，你会吗？但是你不会红，但我要有兴趣。不会红啊，因为我觉得我怎么样，我内心深处我还是一个很大的梦想，就是我想要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你可以去卖衣服呢，很多人都穿你衣服。可以，但我希望我有自己的品牌，我还是有这个梦想啊。刚才秉讲到他的高光时刻是名字在那个板上面了。我觉得你回答这个问题你就已经可以看得出你觉得什么是定义你自己了。你觉得你高光时刻是什么？我高光时刻，现在以现阶段来说，是我自己一个人相处的时候，我还是很快乐的。哇，你高光时刻相对的平凡很多。是，我每次跟他聊天的时候，我都跟他讲，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不是在荧幕前的人，所以我就觉得荧幕前的人他会因为一定有爆红时期嘛，他一定会蹦蹦。可是我觉得我的人生都是这样子的，可是这个是我喜欢的，就是我在每一个阶段我都是安逸跟快乐的。然后我就讲，如果说你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啊，就比如说有这个处境是你可以看得到你下一个人生是什么，然后你就可以选你要这样的人生。我觉得以前的我一定是选要这样子的，我不喜欢这样子有高，你不想人生起起落落起这样啦。我就觉得这样子持续保持一个度是我自己喜欢。你几岁？我小你1年。我看不出你有啦，小2年啦，小2年我91啊，91年那我90啊，他90啊，36我35啊，你这样靠近35了。Excuse me， 已经35了。对，没有人访问我的高光时刻的，还没有。难怪你会讲出这番话，因为我想说，如果你20，我觉得你很年轻你看起来很像24、25。谢谢，这个也是我的高光时刻。因为觉得有会讲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有一些生活的，你已经经过了一些。对，我要讲我最近的高光时刻现阶段啦，就是前几个星期我家里有出事情，我家里在关单那我可以立刻马上飞回去帮他处理，帮我的 parents 处理。我觉得这个是我 fucking 高光时刻，都是很生活化的东西。对啊，很生活化。你讲成为 somebody， 我就有问我自己，我觉得还好我觉得那个是你的，我觉得你可以去研究一下，为什么你想要成为一个 somebody。 其实它很息息相关的。你想要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某个程度它背后就是很多人在乎你嘛，对不对？对，因为你要被很多人看到。第二，我也很希望影响人家，原因是因为我被人家影响过。比如说我在我低潮，或者是以前中学啦，我们很常讲这个故事。因为我是读中生嘛，然后我们读中生随时都有一个随堂测验小考这种东西，然后就压力很大。但我一打开电台，周三看蓝大伟，然后可能讲一个笑话，我笑了，我当下我忘记我等一下要考试，我觉得他就是在影响着我。所以很多人在听我电台的时候说，哇，我被你影响，或者我 po 那些所谓的治愈性影片，其实很多人 DM 我说，因为你这番话让我现在振作起来，不然我现在怎么样，我一个朋友离开了，其实我觉得我在做这个对的事情。我觉得你讲很伟大吗？也没有。但你讲不伟大吗？也没有，因为我就真的在影响着人。他给你有一种成就感吧？对，我觉得我不要讲使命感很大，但成就感一定是有的。而且我觉得，作为媒体，它本来就应该有这样的功用吧。对呀。因为一样的，我相对需要被理解跟被陪伴。那我在做这件事情，我是不是也在陪伴跟理解别人？哇，今天跟你聊了一番下来，我真的对你有一个新的看法。你现在快乐吗？这个是可以。我觉得我没有很快乐，但我也没有不快乐，就是一种那么是无感吗？没有，我感触很多。OK， 安逸？没有，我一点都不安逸。我很焦虑。你没有不快乐，你也没有快乐。快乐是因为你没有烦恼吗？你没有要烦下一餐吗？不一定啊，不是。那快乐是什么？快乐 OK， 我可以跟你说，我的快乐 could be 我 just wake up， 然后我就讲 yes， 今天去是新的东西好快乐。对啊，那个当下我快乐。我早上起来，我泡一杯咖啡，我很快乐，闻到很香，好，我快乐。但你问我现在人生快乐吗？跟这个没有关系啊。我现在人生是你会放大整个来，你会用俯瞰的角度看，秉昀快乐吗？没有啊。我可以非常的 determined 的讲，我现在很快乐，因为我觉得我每一天都在
跟随着我自己的选择去过我的人生，过我的每一天。对，那你为什么？可能我在焦虑着，我可以做什么东西可以更红，或者是被看见，或者是我还有什么要突破？为什么我可以这么弱？为什么我要强一点的话要怎么样？你会想这一些？我很爱跟人比较，我觉得很不好。没有不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个性是蛮难。现在哪一个人是你向往的？他的境界，他的人生，他达到的高度是你向往的。我觉得我没有要向往他到怎么有钱，或者是他生活多奢华，而是我想要达到的是可能他的名分、他的头脑，或者是他的聪明、他的优点。但这本来就是很不实际，因为全世界没有要第二个马云的嘛，对不对？是啦。对啊，你每个人本来就是不同的个体，所以你看我这样这么多，我还是在打翻我自己的。你是一个内心的想法，原因是我觉得个体。我觉得人本来就是由矛盾组成，但我可能更明显。哇 ，interesting 哎。我在打翻的原因是因为我想要理解我自己，是不是我真的在追求这一个？如果我不是的话，那我在追求什么？所以秉昀到底是真正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其实我也不懂。我是一个水瓶座，所以水瓶座永远搞不懂这个干嘛的。我比较好奇，你到哪个阶段会觉得你自己已经了解自己了？没有吧？我觉得这辈子可能到棺材盖的那一刻，我还在寻找吧。不一定，你一直保持着这个态度的话，你就会只因为他本来就有人生有更多的探索的。你还没有被挖出来而已吗？你还没有遇到不同的人，原来打开哇，我还可以这样子的哦！原来我在我很喜欢的里面，我还可以撒娇啊！但我看谁会在主持面前？我不会嘛？可能你懂吗？他就是有很多可能性。你会了解现阶段的你啊？我会啊，所以不然我聊不了这么多东西。可能你在3年前在跟我聊天的时候，我讲不出这些东西。我可能只是会讲甄子也有甄子丹、鸡蛋，就是这种。OK 啊，然后这个问秉昀谁来的？在你人生里面有没有一个阶段是你很确定你是快乐的？你感受的快乐比较多？当我生意不是就是我主持工作很多的时候，开始很多人找我做这些。果然说秉昀，你要回去想你的 life 了。被肯定啊。我做这么多努力，我努力追求当一个 DJ， 我努力去做主持，我主持到毕书尽，我主持到周杰伦，我主持到周星驰，他就是一个一直要往上爬的感觉。所以你觉得努力一定要有回报，不然他就白费了？我希望是这样子。OK， 非常简单的一个，以我们的自媒体来讲，如果你今天做好一个 video， 你觉得哇超屌，可是只有100个人看，你还会觉得他屌吗？我会很失落。因为我就是会被人家定义啊。秉昀 ，Come on， 没有，因为他每个人不一样。对，因为他 measure 那个成功的定义是名气跟有没有人看得见。对啊 ，validation。当然，我还是会坚持我的己见，可是有些时候我还是会很懊恼，就是我坚持来干嘛？有些时候，虽然我还是会坚持，但我还是会打翻我自己。我是不是要坚持？然后听一下别人的话嘞之类的？这样你觉得是不是我不聪明啊？我会讲。就你看我很多种内耗的声音，你觉得你的歌现在算是很屌了吗？当然不是啊，这根本就你去看 YouTube 的流量就很低啊。这样你觉得它有被白费了吗？没有。OK， 很棒。原因是因为我的歌在某一些人也是给我 feedback 说，然后他说你的歌词或者是你的旋律或者是你唱歌会治愈到我，然后很温暖。其实它还是有啊。所以我真的一边在听不好，一边我得到好，我觉得我才一直 balance， 不然我怎么样用这种 freelance 的身份走到10年？哇，很 mixed feelings 你很多想法。我是很跟这个感觉走的人，很多想法，然后这边就有另外一个想法，然后就撞那种。他很多，对我都是这样子。谢谢你，我今天跟你聊天过后，我就发现到原来我自己很直因为不是有讲过这个 theory， 如果你淋过雨，你会帮人家撑伞呢 ？OK， 像如果你淋过雨了。有人帮你撑伞，或者是没有人帮你撑伞下一次你看到有人下雨的时候，你会帮他撑伞，还是会拿走他的雨伞？你的个性，我觉得看我那个时候的状态。如果我那个时候还是被淋雨的话，我干嘛要给你雨伞？我连我自己都照顾不好的时候，我没有能力照顾。我觉得他很每一次问所以我就讲这个问题为什么我问，因为我要看你的答案。我现在不定义好人，可是我想听你的答案，这样你就大概懂这个人是怎样的。可是没有对跟错，对，好人坏人没有对跟错。而且我看到这一题的时候，我很好奇，好人跟坏人定义是怎么样？好了，有一个坏人，他这一辈子都在干坏事，但他突然间有一天，他放下屠刀，他妈的就立地成佛，他这辈子都干了坏事
但是他一做好事，他就做浪子回头。好，有一个好人，他这辈子这个人生他都在做好事，但有一天他做错了一件小事，或者做坏了一件事情，他骂人说你原形毕露。所以我就不问其他人，我不问其他人你是不是好人，问你觉得你是好人吗？因为这是 from 你的立场。对，所以我就觉得好人，其实我越长大，我觉得好人越来越不好当，因为我觉得我以前是打好人卡的。你要好了，本来就要谦卑 ，OK， 你要善良，你要真诚，你看又回到，但其实这种东西，当你真的很廉价的，有些时候你会被踩在地上，对，然后踩了就算，还这样。你会觉得很痛苦了。以前我做艺人经纪的时候，你懂吗？跟客户聊天，哇，客户就你一字排开嘛，有艺人的老板，艺人的大经纪人，我就是一个艺人的助理。哇，那个客户来了之后，哇，谢谢你啊，雷，谢谢你啊，谢谢你啊，砰就没有了。他看你都不想看你一眼。我明白，现在会吗？我明白，现在还会吗？还是有啊。当你更大流量的人的时候，是啦，你被一个人介绍，你想要他是他是 Live， 就没有了。还是会有啦。这样你自己本身，如果你变成一个很大流量的人了，你会这样子对回小流量的人吗？我觉得我是我觉得啦，我在这行的时候，我会告诉我自己，如果我自己努力争取到的东西，我会不屑你还在那边努力，就是我可能觉得那个也是我自己努力自己做的，你干嘛要我扶你一把？我会有这样的想法。真的，以前我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现在我觉得每一个人的面向，他拥有的能力跟实力都不一样。可能这时候我扶你一把，我即便已经很有流量，但我不懂哪一天，其实我也需要你扶我起来的时候。所以如果只要那个人他开口发问，我对那个人是没有不好的，或者是我对这个人是 OK 的，我都可以帮。因为其实简少年还是有在讲过了，他讲我听到的时候也是傻，他说你还会继续被朋友背叛个10年到40多岁。他说是因为你很爱帮助别人，但你帮着你那些的时候，你会间接知道有些人原来突然间就这样子。我不是讲的我多伟大，但确实因为这样的东西会让你看清很多东西嘛。我觉得因为长大有经历过，你会选择性的做好人，对啊，然后你会选择性的做坏人，对啊，对啊，所以这也是我的答案。我对谁好，对我想好的人对他好，或者是他对我好的人，我要对他好。你怕人家讨厌你吗？怕，所以我才。因为你的答案一直很 surprise 我嘞，因为我以为他会很官方的讲，还好就会有人讨厌的。比如我今天，我怕为什么？因为所以我讲为什么我要被人家在乎啊，被人家喜欢。但是确实的 ，OK， 那个是我内心觉得我会怕，但我觉得这个社会或者是世界上，它本来就是一体两面的。当有人喜欢你的，就是一定有人讨厌你。对啊，可能这几年是我在接受或者我在学习的这个过程。That's why 为什么我不是一个在网络上有话题的人？因为我做事比较中立啊。如果你可以去极端一点的话，这样就会有讨论度啊，对不对？你要吗？可以让你很红。对啊，所以我在想，我可以这样的话，我要做，我要黑红吗？但那个黑是你知道本来就不好的事情，还是其实你内心觉得好，但是你做出来的时候让人家不喜欢而已。它其实有差。比如是谁的黑红是好的？有时你不是 stage 的，对，你不是故意的，然后突然间被人家讲，或者是你无意讲的一句话，可能你只是在做无自己，心的，你就不小心你不小心中。也有这样啊，也有就是这样子中。如果这样，我就觉得我不 care，因为我觉得我在讲我自己的话。对，你在做自己。但如果有一天我是为了要取得流量而去做的黑红的话，那你就不忠于自己了吗？那就不能做啊，那就当然不能，因为我觉得那个是违背良心的事情。因为是表演出来的。对，而且就是所以我才讲啊，我以前可能比较不敢讲话，或者你讲话比较中立嘛。但现在至少你可以讲你自己的想法，即便你觉得我讲出这一句话，比如说follow 不 follow back 回去，这一个其实我以前很怕的，因为我怕我再回去，哇，老外秉阀是这样的 ，OK， 我unfollow他。可是我觉得这个才让你的个性更鲜明。That's why 因为我就觉得，你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你可以讲有原则，或者讲奇怪的股票，也会有人讲你拽，呢。所以我以前大学常被人家讲拽了。
所以你做什么都不一定可以 please out everybody。对啊，你就做自己啊，做自己哦。努力咯，我在往这个路前进咯，所以我是一个人的时候，我就是在听那些声音哦。而且我蛮开心的，可以听到秉昀他讲他在努力的 explore 自己，因为你蛮真诚的，我觉得蛮诚实的，算是听起来比起比较官方的，我觉得。比如说，名字3个字。不好说，Yeah。好了，那我们 end 这个 episode 呢，秉昀要不要唱一首歌，还是我唱？哇，你唱，你只要厉害。那我们就谢谢你们收听。你要唱2句，你唱2句，然后我们会 end 的。走走停停，这一路上那么多人，有的上车，有的下车，我们都是第一次做人，来来去去，这一路走散了很多人。这句话其实是我写的最有感触的。好啊，就来来去去。走走停停，这一路我遇到很多人，但来来去去，我也走散了很多人。有兴趣听秉昀的歌的人，可以去到秉昀的 channel， 秉昀的 channel 是什么？9分熟，或者去我的 IG 啦，BYUN__。听了这一集再听那一首歌，会更有感觉。然后他的9分熟也是有访问留言，你不喜欢的哪一个点骂我也不用紧，我要接受大家骂我。希望大家可以帮我们 comment 讲啊，我也不知道什么是迟到，谢谢大家，谢谢，拜拜。